我是猫猫，快看我身后，这就是来自于复活节岛的摩埃石。我来到了这个被称为世界上最孤独的岛屿。在这个公园的门口呢，看到一个人在画这个板板，这个板板就是不同的木头做的，然后这上面写的就是Rapa Nui 最开始的象形文字。有意思的是，你从这一面看，然后另外一个人从另外一面看，看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这一行是我看，然后那一行你看，然后两个人可以看出来的东西也是一样的，两面都有。Muchas gracias。现在要进去了，这是我们今天到的第2个点。在这个复活节岛上呢，一共有1000座石像，现在能看到的都不多了，这些都是人工凿成的。你看，现在能看到的大部分都是推倒的，都是以前由于这些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战争啊、内卷呀，然后把这些石像全推倒了。这就是一个身体吧，然后身体旁边这里就有一张脸，可以看得到这个就是翻落的身体就断了，然后这里还能清晰的看到他的眼睛、他的鼻子，然后他的耳朵，就这样。这边就是这边的背面，可以看到好多断的这种石像。看这里有个摩埃，但是这个摩埃是被推倒了，它就是比较后来时期的摩埃，因为最开始的摩埃是很小的，后来比较胖，后来一点点的，然后变成了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像这个长度的话，就是比较后来时期的一个摩埃石像了。向导呢跟我们说，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复活节岛其实是有2个小火山，不相连的2个小火山，然后慢慢的开始爆发，然后逐渐蹦出来的一些地，然后相连在一起的。整个岛上呢，一共有70多个火山。在我看了一些关于这边的影片，就是说最开始啊，这个复活节岛它的一个物资是特别丰富的，就是除了各种各样的动植物呀，然后就是一个人类的天堂，包括它的淡水资源，它的什么资源都很丰富。但由于那时候他们不是一开始要建这个石像吗？这个石像是怎么运的呢？就通过砍伐这个棕榈树，砍了之后呢，用棕榈树作为一个轮子，然后这个石像呢就放在上面，这么去来托运的。由于他们的这个石像越做越多，然后运送的这个木头呀也需要就是常年更换，就导致他们把这岛上的这个棕榈树啊基本上都砍到灭绝了。后来慢慢的树少了嘛，这些地呀变得比较贫瘠了。后来呢，他们就水资源也少了，水资源少了之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开始吃这上面的海鸟。据说在这个岛上最开始有好几万只或者好几10万只海鸟，慢慢的最开始的这一些人呢，把这个海鸟也吃完了之后呢，他们才开始学会去捕鱼，然后甚至在就是一度闹饥荒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吃人的一个现象，然后在一个洞上面画了，就是那有一个专门就吃人的地儿。这个故事还挺有意思的，像人吃人的这个现象是他们是有真的在那个书上面有找到过有关于这个的一个记载的，但我也不知道，听个乐子吧。而且说到复活岛了，就再来说一下为什么这个岛要叫复活节岛呢？因为呢，这个是在1974年的时候，就是挪威的一个探险家，他在刚好是复活节岛那一天登陆这个岛屿的，所以这个岛屿的名字后来就被写成了复活节岛。但是呢，这个岛上居住的人呢，他们管它叫 Rapa Nui 岛，因为在最早这一块居住的人呢，都是波利尼西亚的人，就大概就是在大西洋这一块的一个区域居住的全是波利尼西亚的人，他们也是最开始的一个航海家。刚刚看的那个做饭的 kitchen 是后面 copy 的，这个是最开始最原先的，这个就是好几百年前的，就放在这儿就没动过。最开始的他们就是一个这样的。看我现在身后这个呢，就是最开始的一个他们的船屋了。船就是看这是一个形状，然后人呢就睡在这里面。这是那个进去的一个洞口，看到没有窄窄的，那个是修复过后的。
这个就是一个火山，所有的这个摩艾就是从那边一个一个那挖出来的。看那儿有好多小洞，然后这山上的全是这个摩艾石像。我们跟着丹尼到达了第3个要进入的点，这里就是去那个火山上看，还有一些没有成型的摩艾石。导游首先带我们来看了一堆石头，这个石头呢，它的密度特别大，然后这个石头呢，你看它就是山石啊，这样的，这个呢就90%用这个石头做的摩艾石。Because this is very heavy, that is called basalt. Basalt comes from another volcano, and what you have there is the original tool. It's a basalt chisel. This for what? Carving. Except they added water here and they started carving this. 哦，这个就是用来砸摩艾石像的。这个石头好重好重。之前不是说了吗？有很多大的红色的帽子，其实是这个做上去的。你看那么大，我到手上才知道这个好轻啊，所以它做的很大，也很容易拿上去。然后还有这个就是一是他们是做斧头用的，你看他们这个比较坚韧，然后也有在发生就部落跟部落之间有冲突的时候，他们也用这个作为一个斧子。包括当时就我看书上记载的一个洞穴里边出现人吃人的现象的时候，在每个洞穴里面都能找到几个这样的比较尖锐的作为一个斧子使用，就是也是用防卫啊，然后攻击之类的一个东西。像这个石头就是用来做饭的，因为它有很多洞，就是容易加热呀，基本上就是围起来做饭的一个东西。对，这个也是一个特别轻的，也是作为装饰品的。这个呢，就是用白珊瑚做的，用来做他们的眼睛，颜色就是白色的。好了，这就是做摩艾石跟这岛上所有的石头了。现在我们要上这个火山石上面去看石头去了。We're going to see hundreds of statues. The good thing is that we're going to see the one that is in your picture. I think it's this one. Yes. Yeah. Then we're going to see the biggest and finished moai, and we will see the oldest statue too. In one of the stops, I will tell you how the people carved the statues. You know now the tool that they used for that. Remember that the hardest one, and I will give you where the moai comes from, all that information. So we are going to start from there. We're going up here. Then we're going around the volcano. We come back this way. We can't go to the crater, yeah, because we found that moai 3 months ago, so that area is closed. Hello， 大家好，我是猫猫，快看我身后，这就是来自于复活节岛的摩艾石。我来到了这个被称为世界上最孤独的岛屿。快看，这里有好多好多摩艾石，这些石像都是500年前的摩艾石像。向导说：“你看，这有一个未完成的，这有一个未完成的，但是在这儿 ，How many meters for that one？ 100 tons. 这还有一个大鼻子，这也是一个摩艾石，然后这儿也是，这里全是从这儿人工凿出来的。看到没有？这是一个摩艾石像，但是它只剩那个脑袋瓜那儿，还没有把它给咔掉。如果把这个石头咔掉的话，这个就能掉出来，就是一个摩艾石像了。这个就是一个未完成的，然后。”这下面这些是有完成式的，这从未完成到完成中到完成时的，这里的都保存了下来。这还有一个摩艾石像，但是它只凿了一半，你看一半的身体在外面，然后它的脸已经凿出来了。And that is a very good example for me 这里有 to tell you how they 1、 carved the statue. 2、 If you remember, 3。 only using the tool that you held it. They started carving the moai from the forehead, then the nose, the mouth, the chin, and then they continued all along the body. They made a cut, but in this case they didn't have enough time for doing that. But if they really had time to make that cut, we would see that. And then when all the profile of the statue was finished, they started carving under the back. And in that moment was the time that they left this little keel. That one already finished? No, I mean that one, the black one. This one, yes, is finished. Okay. So when they cut finally all the back, the moai was in this position.
Yeah, then they tied some ropes around the statue, and with trunk of trees under, they started sliding down the moai until the statue was erected in the pit down there. And in that moment, the moai was ready to start the transportation process. How do you think they moved the moai from here to all the coast? they use the train. The trees, Yeah. As you move a fridge, Oh. an erected fridge, and you move this way. Oh, okay. Oh, So 15 Rapa Nuis went there, 7 here, and 1 giving the directions. They tied ropes around the forehead and ropes around the bottom of the moai, Right. and they started moving the moai One, like two. this. And look, the oral tradition says that the moai walked, and this is the way that the moai walked. Yeah, and this experiment worked. Because they moved this moai some meters, I don't know exactly, but they moved the moai without failing, without breaking the statue. yeah. Incredible. Yeah, but Okay. also we know that using trunk of trees, they were also moving the moai on flat surfaces. Ah, And okay. then the moai was in front of the platform, right? How do you think they lift the moai on the platform? Here, maybe 1 meter or 2 meters. Yeah. The moai was coming this way. Yeah. So they had to put the moai here. We had another experiment using trunk of trees as a lever, ropes, and piling these stones here. Only in 18 days with 11 men they did this. When we go to Anakena, you're going to see this moai re-erected, and that was the technique that they used. And also this was used in that moment to check how really their ancestors did this. 看，这有2个摩艾石像，它这上面是有画的，这画的是一艘船，就是他们第一次看到河南人的船的时候，他们很震惊，然后他们就把船画在了这个石像上面。向导说，脸上这种白色的东西越多，证明它的这个时间越久远。看，这躺了一个，这好多，全部都是这上面一点点凿出来的。像现在我们看到这里这么多摩艾石像都是没有完成的，因为像他们这个从这里完成之后呢，要找树，然后把它们一点一点的运到那些祭祀台上，然后立着。但这些呢，他们在没有运过去之前，他们的眼睛正常，如果在了祭祀台，他们会把那个眼睛画成白色，就是说赋予它生命了。那这些就是其实它没有画上眼睛，等于说它还只是一个石像，还没有运过去，所以正常他们这个摩艾石像的眼睛一定是看向这个村子里的，因为他们是祖先们要保佑他们的后代。然后这个呢，就你会发现他们的脸都是朝向大海的，就这个就无所谓的，因为他没有画眼睛之前就没有这个就是看哪儿一说，因为他还没有生命力。这个是有脚了，有脚有手，这是最早的那个摩艾石像了。摩艾石像的变化，看最开始的就比较胖，也比较矮，那个时候还不内卷。